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维克托的一个中路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一个对线情况。好，可以看到他一级的话是学着 Q， 这局真没那么好打。如果你觉得你的对线会很舒服的话，你可以带变形。但你像打卡特这种刺客，如果你觉得你的对线压力比较大，或者说后期团战压力都比较大的话，你就带相位。不要想着说你有那个输出空间，你打出来你不一定能秒他，他一定是能秒你。这里的话，2级学艺，W 其实打对线这种那个叫什么卡特的话，没必要学 W， 真的没必要。你到了5级以后，直接2级 Q 或者3级 E 都可以。这里带了果子天赋的，所以点点果子。但他这里还是学了 W， 可能是为了团队考虑。如果你只对线的话，你可以真没必要学 W， 太早学，因为这技能没太多作用。就是你对线卡特来说，他打完一套就跑了，你想要留住他 ，W 又不是硬，就是虽然说是一个眩晕控制，但他得在那里停留1秒多，还是接近2秒嘛，才能触发，没什么太多的用处。哦，有针眼拍一拍。有时候玩辅助玩多了以后，你的排眼啊，觉得排眼排好难受啊。就你要去 A， 要真这个那什么辅助的话，像假眼 A 一下就结束了，就是等他辅助装成型以后。因为射手那个辅助的话是辅助装在没有进化之前，就是成型之前是一个就是 A 一下掉2格嘛，然后成型以后是 A 一下掉3格，直接清一个假野。对面想要越塔啊，这样子直接扛塔越吗？啊，这亚索玩的真好。对，帮忙把兵线清完以后。这里面给信息肯定不行的呀，然后去打断一下，然后双路可以换中路去，这个时候去走中路。这里的话选择再吃一波线啊，因为可以回家做一件大件吧。哦，鞋子。加一个小半件差不多。这里给个信息，把线换回来。你看这个卡特就很会玩，他看你交完技能，他就 E 上来 A 一下你，打一波消耗。虽然说没有被动伤害。但不影响啊，你法师就是这样子，交完技能一套技能就等下一套技能的伤害。他的 E 技能的话，有个点啊，
他的 E 技能是3个手指，第3个手指帮忙点那一下去释放的，不然的话你靠一个手指的话，其实判定会判定不过来。这里大招给出来，差一点，不要给他风枪吹起来。他这里想骗这个射手，还好射手 E 技能给的够快，不然真被留下来了。卡特一直在的话，不好吃那个塔皮。因为前期的伤害还是差了一些，维克托来说的话，他符文那些都没有变化。就没有太多什么新奇的一个点，但关键有个点，他竟然选择做风暴狂涌，这为什么呢？这我想不出来，只能说看他出完以后的效果怎么样吧。这里过来就补伤害，没有太多的亮眼的操作可言，没必要交大招，队友已经非常能打。虽然说卢锡安在线上被压得很惨。但完全问题不大，没有塔皮，完全没必要去那个，就过来点点，吃经济。打野过来了，先把龙给刷一刷。中路塔的话，中路一塔的话，你去推也推不掉，然后塔皮也没有塔皮吃。劣势方这样子用命去换这个一塔，这样子的选择是对的。你可以看到人家亚索就这种高手亚索啊，他这个思路就非常清晰。完了，队友情侣给了个大招，但这边想要输出对面的伊泽瑞尔，但对方有翼有闪，是真打不到。但他这一整局下来，说实话挺难受的，因为一直拿不到人头，这就是维克托难受的一个点。他现在大招伤害其实加强，之前加强了大招伤害。他这版本能拿出来玩的原因也有一个点，就是 AP 装备加强了，所以他玩的话还行吧。但你说他这个英雄整体的素质不是很理想。这里的话把中塔给推了，太多人了，一个击飞。我知道了，就前面那一波为什么亚索能飞接近塔里面，就是因为那个谁啊，这个叫谁啊？卡玛的大招击飞了对方，击飞了自家的双人路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这个亚索 Q 就算有风也应该站那蹲了那么久，应该没有二段那个什么没有风了呀，
他怎么 Q 到，或者说太远了，距离也很远。因为我当时切过去的画面就是他直接接大招接过去了，我在想好像一直瑞尔也没有。然后这里的话我就看到了，原来是这个卡玛的大招造成了个小击飞。强行推中路有点亏的，但对面还是劣势。你像换人头，哦，那2个人头就赚了。对面想要强行过来，卡特被带过来了，非常好。那2个人一起死。亚索是想过来断兵线，然后等下一波兵线过来，但卡特再跟上来，其实他就是有问题的。亚索是想要想有操作的心，但没想到卡特也跟过来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大龙可以稳稳的去拿下来。龙被对面抢了，哦不对，对面在上路，刚刚是去拿大龙了，啊对面拿了条小龙，后面有队友的，开机炮往后拉就行了，有这个相位，完全可以避开对方太多的一个伤害。卡特就是很容易欺负这些没有位移的英雄的，然后或者说这些英雄他们的位移技能交了以后，他再做进场。但是那种有技能、有相位，是吧？其实你很难，就很容易去把这个卡特的伤害规避掉。只要这个卡特没有说非常不是大低的那种情况下，不是很牛逼的那种。其实风暴狂涌的话，其实蛮适合这个，蛮适合的。我想了想，为什么他就那一套输出，然后接大招，如果能把大招的伤害给续上来的话，那就很赚。你看没有？其实如果有风暴狂涌的话，这个亚索应该是打多一段伤害的话，是能杀这个亚索的。刀妹来了，站在圈里面，有闪现往后拉，一技能，看到对面的身影，哎呦，又来了，哎，这要强行杀是吧？其实不该回头打了。
像维克托的大招的话，是能打断，比如说像沙弥拉的大招啊，或者说卡特的这些的大招啊，就是持续释放的这个过程中是可以打断的。但像那个乌鸦在释放过程中是没办法打断，但在吟唱的过程中，就是它的后摇状态下是可以打断的，就会有一个小眩晕，虽然很短，但够用了。我这边能秒啊，对面又被 A 死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一期的话应该就到这了。然后欢迎大家的收看啦，拜拜。